因为圣元目前还是样品阶段，没有外包，所以咱们直接来看拼装过程。Europack AMK Pro X 圣元要比之前推出过的超能勇士崛起角色多出一层拼装零件。拼装方式同样是机械骨骼搭配外装甲，关节的手感比之前有更好的表现。这次的外装甲比较特殊，和身形差不多的擎天圣相比，要多出了不少的分件。无论是涂装效果还是细节刻画，整体的战损和旧化效果都非常明显。细塑包装已经把零件进行了左右排列，让拼装的过程有更好的体验。这个头雕还挺好看。大部分外甲是手感偏软，而且厚实的 PVC 材质，细节刻画体现的更加丰富，但极少部分位置的结合可能略松，可以在骨架接口直接使用胶水进行加固。四肢部分的外装甲安装需要注意前后顺序，避免零件之间的干涉和冲突。上半身的零件数量偏多，但卡扣形状明确，即使没有说明书，安装也不会有太大的难度。圣元不仅配备了标志性的臂刀和肩炮，头顶毛发也能区分它和擎天圣是不同的人物。一台是半机械的风格，可以安装巨无霸标志，内置磁铁也可以和主体的脚底进行吸附。头部会被毛发限制，拆除后会释放出常规的可动范围。胸口有旋转和左右活动空间，腰部活动范围较大，但是要注意前后装甲。肩甲和大臂可以抬起，但在旋转的时候需要注意避让肩炮。二头肌可以旋转，小臂弯曲接近180度。小臂外甲和手腕是球形关节，有替换手型可以插拔安装。大腿侧踢没有压力，前后抬起比较局限。但是下拉胯部八字关节就可以释放出更多的空间。膝盖装甲和关节都有不错的可动幅度，大腿还可以内外旋转，脚踝可以左右接地，但是前后的活动空间不大。Europack AMK Pro X 圣元的整体拼装难度不大，骨架的关节能够提供非常可靠的支持力度。全身有大量破碎战损刻画，整体涂装让细节体现也非常丰富。根据电影中的野兽形态和擎天圣的特征，原创的圣元人形和同系列角色风格高度相符。除了大臂后方装甲之外，全部零件和骨架的结合还是相当牢固。地台和主体搭配比较协调，而且有磁铁可以给战力提供更有效的协助。头雕的毛发也毫不违和，证明它是和擎天柱、擎天圣有千丝万缕联系，但又有明显区别的独立人物。猜吧，该谁了？